自愿相信是一真，不会枉思绪委婉，看目光一抹斜阳，打翻不经意的伤，爱难忘心事了然，繁华降落地成霜，看天色渐暗微凉，岁月荏苒，宁愿孤芳人自赏。我牵起了时光，任凭思念辗转，有回忆来温暖，哪怕泪滚烫。爱如月光，遥遥相望，我愿只身前往，只盼离别暂缓，缘分未散。我牵起了时光，任凭过往追乱，那些离别惆怅终会被珍藏。有些爱与谁无关，心牵挂就能无恙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没事吧？来，起来。来，喝点水吧。没事吧？谢谢你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幸好你及时救我，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得感谢我堂叔，当时用这一招来救我，今天才可以派上用场。也需要你临危不乱，换了是我，肯定手忙脚乱的。当你紧张一个人，怕会失去他，才会想办法救他。就好像我堂叔救我一样。可是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好微妙吗？要不是当初你被鱼丸梗到，大喜哥也不会用这种方法来救你，今天也救不了我。这一切好像都是冥冥中早已安排好的。为了，就是这一刻的到来。人生中确实有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微妙时刻，而这些时刻，永远让我们铭记在心。这一点一滴的时刻，慢慢累积起来，应该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了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珍惜这段缘分？珍惜，当然珍惜啊！就好像我跟我堂叔一样，我们俩很投缘。他虽然是我的长辈，但很多时候他比较像我的兄弟。是啊，大喜哥，大喜哥的人很随和，我们这里的人都很喜欢他。是啊，是啊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得出去。好啊，你去忙吧。降落地成霜，看天色渐暗微凉，岁月荏苒，宁愿孤芳人自赏。
这一点一滴的时刻，慢慢累积起来，应该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了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珍惜这段缘分？泪滚烫，爱如月光，遥遥相望。我愿只身前往，只盼离别暂缓，缘分未散。我牵起了时光，任凭难道这就是缘分？惆怅终会被珍藏。有些爱与谁无关，心牵挂就能无恙。难道我真的对他动了情？喂，对不起，有没有吓到你啊？没有，没事。你看起来精神不是很好，你昨晚没有睡好吗？还好。你呢？我昨晚睡得很好。我去做早餐了，你等一下过来吃吧。爸，吃饭了。好，大家早。可以吃啦。怎么还站着啊？坐下啊！大喜哥，早。早。坐这里吧，大喜哥。我知道你喜欢吃粥水多一点的。谢谢你。你瞧瞧，春仙对你多细心的。赛婷怎么没有出来吃早餐呢？哦，我哥一早就出去买报纸了。喜记上报了，上报了。哎，昨天记者才访问喜记，这么快就刊登了？是啊，喜记第一次上报，当然先睹为快。饼皮薄，人情厚，标题好啊，直接点出店里的精神。他还写了什么？来，我看看。在新加坡牛车水有一家潮州饼店，名为喜记，由连学根、连大喜、刘赛鼎3人联手创办于55年8月15日。喜记之作饼师傅连学根也，具作饼天赋，只学数月，已练就一把好手艺。连学根手脚利落，手法纯熟，除了豆沙饼，也会制作中秋之醪糕、元宵之糖丝及各种潮州饼。喜记乃连大喜、连学根共同摆摊开启，刻苦耐劳，终于转为今日之店铺。连学根先生云：“潮州饼联系潮州人在一起，谓之饼皮薄人情厚，此乃喜记之座右铭。”就这么多了啊？没有了。文章里从头到尾都是在赞扬学根，想必学根的手艺一定是让记者刮目相看。学根哥真的很厉害，各式各类的潮州饼都做得非常好。其实我只是幸运罢了，有田师傅的教导，比起田师傅啊，我的手艺相差一大截啊。你就不要谦虚了，连田师傅都说你的手艺青出于蓝了。记者那么夸学根，我相信接下来的日子一定会有很多顾客上门来抢购学根做的饼。对啊，有你这个做饼师傅，以后就不用怕喜记没生意了，只怕喜记的生意多到应付不了。我提议你做的那几种饼，记者都有提，看来他还挺尽责了。哎，喂，这次啊，真是多亏你啊！要不是你人脉广，叫记者来访问我们喜记，喜记就不会上报。我也是喜记的老板之一，应该尽一份力的。哎，难得大家那么开心，晚饭我打包烧鸡、烧鸭加料，庆祝喜记打响名堂。好呀，
来吃早餐吧。来，哥，我帮你拿碗筷。谢谢，下次再来。请问你们老板在吗？我就是。我想找的是连老板。我们这里有2位连老板，请问你是想找哪一位呢？连学根。哦，学哥，等一下，学哥，有人找你啊！啊，谁找我？连老板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就是那天来买饼忘了带钱的客户。记得。来，坐。怎么样？我们的饼还可以吗？香脆可口，好吃极了。我今天是特地来还你钱的。都说不必了。你们开门做生意，总不能让你吃亏吧？收下。那好吧。其实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，想拜托你们洗记。没有想到他是潮州总商会的老板啊！那天他穿成这个样子，真的是看不出来啊。这就叫做人不可貌相。那郭主席向你们订了多少饼？豆沙饼1000个啊，说是给潮州总商会常年宴会准备的茶点。这么多？对啊，所以说做人呢，不要什么都斤斤计较，那就会有好报的。那天阿静啊，还以为他是来骗吃骗喝的。当时我也没有想太多啊，我只不过觉得，如果有人喜欢吃我们的饼，我们应该感到感恩。就算是亏，也只不过亏一点点而已啊。这就是你们喜记饼皮薄人亲厚的精神了。学根哥，这叫好人有好报。其实身为老板，本来就应该要有大度的。如果我在场的话，我也会这么做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一次潮州总商会向你们订购饼，对喜记的名声肯定有帮助。你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的老板说过，潮州总商会的会员每一个都是本地有头有脸的潮州商人。如果这一次他们觉得你们的饼好吃的话，那我相信以后一定会为喜记招来更多的生意。其实我打算加入潮州总商会，成为他们的会员。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？就像学会所说的，那是一个聚集潮州人的平台。我想借此机会和他们打交道，打通人脉，这样对喜记以后的发展都会有所帮助。你想得真周到啊！所谓丢就让嘎吉让啊，大家说起话来也比较容易。其实我觉得你们2个也应该参加，有你们2个在里面，那网也可以散大一些啊。不行，我对这种社交场面不在行的。潮州总商会不是个普通的社团，他们平时有照顾那些比较贫困的同乡，帮他们解决起居饮食的问题。就好像上一次潮汕大地震的筹款活动，就是他们带头举办的。听起来挺有意义的嘛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别再犹豫了，明天我们就去潮州总商会登记啊。那好吧。大喜哥，送给你。干嘛突然间送我衣服啊？我看到你衣服破了个洞，就找人帮你做了2件，你试试看合不合身。你不要浪费这种钱了，这个衣服我不要，你退还给他们了。这布料很难找到的，衣服都做好了，你收下吧。春仙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们两个没有结果的。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不在乎有没有结果，只要我们现在可以开开心心的在一起，我已经要满足了。你再这样子下去，我们连朋友都没有得做了。春仙，你没事吧？昨晚你跟大西哥吵架了？一言难尽。你们因为什么事情吵架？我能帮得上忙吗？这件事恐怕你帮不了，要由我自己去处理了。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让大喜哥不高兴？他昨晚看起来很不开心呢。别为我担心啦，我相信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打动他。你呀，到了现在还那么执着，难道你就不怕受伤害吗？我当然怕，但是这世上有哪一段感情是不会受伤的？
即使是至亲也会吵架，也会让人痛心。但是如果因为害怕而放手，岂不是很可悲？你说的是很有道理，可是谈到儿女私情的事，做女生的总是比较被动，有时候越喜欢就越难开口。但是如果你不说，对方又犹豫不决，那怎么办？你说了，无论结果怎样，至少你不会后悔啊。哎呀，我真的很羡慕你，可以那么勇敢、那么主动的去追求你所爱的。我呢，就没这种勇气了。我之前也像你一样的，但是读了一本名为《Jane Eyre》的书之后，我就有了启发。书里的女主角教会了我，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，别让自己留下任何遗憾。书里有句话有 You shall decide your destiny， 你的意志将决定你的命运。学慧，春仙说你有急事要找我，什么事？我阿爸把我许配给了一个富家子。为什么这么突然？我们两家是世交，其实很早以前，我阿爸就想把我许配给他了，只不过这几年他都在国外，加上之前我和赛鼎在一起，所以我阿爸就再也没提起这件事。你跟赛鼎分手了，那位富家子又出现，所以是啊，我阿爸已经约好了让我们见面，他等一下就会到我们家。不过我真的不想嫁给他，你帮我想想办法。那不如你亲自告诉这位少爷，你不愿意嫁给他，叫他推掉这门亲事。他是不会答应的。我还听说他是个斯文败类，外表风度翩翩，却喜欢拈花惹草。你爸怎么会把你许配给这样的男人呢？因为他不信啊，他觉得那些都是谣言。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使你爸改变主意？还是不会妥协的。他这一次很坚决，要不是没人追，他也不会替我做主。是要我嫁给那个人渣，我宁可去死！别冲动，别冲动。谁说没人追求你？有吗？是我认识的吗？认识。赛鼎啊，我知道他到现在还是很喜欢你。我跟你说了，我跟他不适合，勉强在一起只会伤害彼此。赛鼎的人很重感情，他绝对不会辜负你的。如果你跟他在一起，你就不用嫁给那位少爷啊。好了，够了，真的不幸福了，那我就嫁给那个大少爷算了，至少他家里有钱，那我以后再也不用为钱而愁了。哎，你不要冲动，千万不要冲动啊！啊，一人计短，众人计长，不如我们回去跟其他人商量对策，走吧。雷学刚，你是真傻还是装蒜？那你看不出来我喜欢你吗？我知道你心里也有我的，为什么你不敢主动一点？难道你真的想眼睁睁看到我嫁给别人吗？雷学刚。阿才啊，你先出去帮忙。有什么事不能在外面说，非得要进来谈啊？我有件事想征求你的同意。你也知道，我这辈子最重视就是我们的兄弟情。无论做任何决定，我都会把你摆在首位。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说吧。我知道你很照顾我，给我地方住，为了救我，还替我挨了一刀。这一些我都铭记于心。只要你说声不，我一句怨言也没有。我们都相识了那么多年，难道还不知道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吗？有什么话就直接说，别吞吞吐吐的。只要不是杀人放火的事，我都会支持你的。我要跟觉慧在一起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跟觉慧在一起。
你说什么？你也知道以前我是喜欢绝慧的，我知道你对她也有同样的感觉，所以当初我才选择退出。你跟绝慧已经分手了，现在绝慧也喜欢上我，所以你就横刀夺爱是吧？刚才你说的什么兄弟情，全都是骗人的。连学根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不是这样的。比起儿女私情，我更珍惜我们的兄弟情。只要你说一句，我马上放手。好，我要你放手。我知道，我会想办法跟绝慧说清楚，我不能跟她在一起。喂，我是要你放手，去爱绝慧。你不反对我跟绝慧在一起？我像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吗？虽然我和绝慧没办法成为爱人，可是我们还是朋友。况且你们两个都是我最关心的人，你们两个能在一起，我替你们感到高兴。你是说真的？如果你真的爱她，就不要辜负她，千万不要欺负她，要不然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不会的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绝慧。谢谢你，赛鼎。这次真的是谢谢你了，郑医师，小小心意。你爸爸也太客气了，告诉你他，我改天会登门拜访的。郑医师，学庚，我告诉你啊，绝慧是我的爱人，我绝对不会让她嫁给你的。对不起，郑医师。白的来到的 Silvery Moon， 是谁把一轮明月悬挂？穿越时光，褪去一身繁华。谁在心里，谁在梦里把你牵挂？好了，够了！你要带我去哪里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想要带你离得越远越好，离开那个男人。你刚才说我是你的爱人，你只是想帮我解围，对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是真心的。绝慧，不要跟那个少爷在一起。绝慧，我是真心诚意的，跟我在一起好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如我马上回去告诉你爸，取消跟那个少爷的婚事。不用了。为什么？其实我根本没有什么相亲的对象，我那么说，只是想试探你对我的心意罢了。那个男人，他是我阿爸病人的儿子，是专程来答谢我阿爸治好他父亲的病的。大家早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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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唐叔，这里有人坐的。啊。这是绝慧坐的位置。你们在一起了？是啊。老公老妈终于在一起了。什么老公老妈？大喜哥的意思是，连家的祖先一定很开心你们成为一对的。谁跟谁成为一对啊？学庚和绝慧呀。我哥他知道吗？他祝福了我们。最重要什么时候结婚？那就要看人家愿不愿意了。乱说话啊！哎，我们吃早餐吧。来。要买贵吗？要买贵吗？你要3個人估貴。
芊芊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突然很想吃你的桂，不就来了？等我一下。好。今天生意不是很好吧？可能时间还早吧。午餐时间都过了，通常这时候你的桂都差不多卖完了。姐姐，我要买这绿色的桂。可以呀。彤彤，为什么你又乱跑？跟你说过多少遍，不要随便和陌生人说话。我要买这绿色的桂。你要吃桂，我带你到别处去买。这里的桂不干净，吃了会生病的。这位大婶，你凭什么说这里的桂不干净？不是吗？这里有谁不知道他的事？自己不检点，被传染了那种病也就罢了，还出来卖桂，万一把病传染给别人怎么办？你为什么含水喷人？你有看到他不自爱吗？他只是在这里卖桂，过自己的生活，又没得罪你，你为什么要污蔑他？马上跟他道歉！莫名其妙。刚才的情况是不是经常发生？你有告诉赛鼎吗？不要，你不要告诉我哥，我不想让他担心。你也别为我操心了，这些谣言他们说累了就不会再说了。老天真的很不公平，你人这么好，为什么要让你受这种冤屈啊？或者，这就是我的命运。就算命运造祸弄人，你也不可以屈服的。我们未来要怎么过，应该由我们自己做决定。但有些事我也无能为力，我不能阻止别人说三道四，也不能逼自己心仪的人喜欢我。赛文，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还爱着雪庚？没有啊，我跟你说过，我早就把他放下了。现在我只把他当成哥哥一样看待。真的对他一点感觉也没有？雪庚哥和觉慧姐都是好人，无论在各方面都很匹配。他们能成为一对，我也为他们高兴。你想通了就好。你要记住，未来一定会更美好，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好男人。喂，你干嘛？你个臭鸡蛋，竟然偷我们的饼吃！还没给我们！喂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有没有那么吵？头下，他偷吃我们的饼啊！是你？这间店是你的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！这句话应该是我说才对。你上次卖我假消失膏的事，我都还没跟你算账。你说什么话？那是你自己贪心，没把货查清楚，怪不得别人。你真的是强词夺理啊！你害他差点坐牢，你知道吗？幸好上天有眼，让我们找到你收买妈大的证据，才没有让你的奸计得逞。就是因为你们两个，害得我在牢里蹲了将近1年了。这算是便宜你了。像你这种社会败类，应该关你一辈子，不应该放你出来害人。现在竟然来我的饼店偷饼，哎，抓住他！我要带他去见妈大。你凭什么做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别跑！哎，好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赛鼎，啊，你的脸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很可惜让那家伙给逃掉了。他会不会再回来店里惹事的？要是再让我看到他，一定打到他头破血流。别再说他了，坏了我们的胃口。好了，不说了。我有个消息想跟你们说一下。我听说潮州总商会最近有一个董事去世了，所以现在空出了一个位置。我打算准备去竞选这个董事位置。当上董事以后，接触的人面更广，除了可以和总商会的会员接触以外，也有可能和一些政府高官打交道。我觉得这对我们喜记的生意有利无害，绝对是个好机会。哎，很不错啊。
你知道他们怎么选人的吗？是由董事们投票决定的。我觉得我胜算还挺高的。郭主席和我们喜记的关系不错，只要能取得他那一票，我相信其他的董事应该也会支持我。我对你有信心，你觉得呢？其实今天下午郭主席找过我，他提名我参与这次的竞选。不过我还没答应他了。既然你已经报名了，那我就不参选了。对了，两兄弟呢不应该互相竞争的，这样只会伤感情的嘛啊！说什么啊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，多一个人竞争就多一个机会，对喜记来说就多一份希望。那也就是说你不反对？我当然不反对啊。那我明天就回复郭主席。好啊，那我们先预祝我们其中一个当选董事。好，干杯！干杯！唐叔啊，今天晚上有空吗？有空啊，怎么了？皇家山顶大戏台上演武松打虎啊，不如我们一起去看吧。也好啊，我很久没有去那里了。那今天晚上8点，我们直接在那里见面。我现在去接绝慧。好，关了店我会找你们。好。哪有什么戏台呀？学根是不是搞错了？大喜哥，你怎么在这里的？学根还有绝慧呢？他们都没来，只有我们俩。是我托学根约你的。这是干什么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不可能接受你的感情的。记得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，就在这里附近的河边。当时我把你救上了岸，觉得你异于常人，无论是穿着、谈吐、举止，都跟我们很不一样。我还以为你撞伤了头，失去记忆了。其实我是你来到这里遇见的第一个人。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很奇妙的缘分吗？我觉得是巧合了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我们注定的缘分。我们明明生活在不一样的年代，就因为你穿越100年，我们才能相遇、相识、相知。这不是冥冥中注定是什么？我觉得你想太多了。春仙，我迟早要回去我的年代的，你就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好吗？我知道，我不介意的。不管有多短暂，我只想把握当下。我想跟你在一起。看来我只能让你失望。夜深人静的，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，不怕我遇到危险吗？你干什么啊？你下车吧。我不下，除非你答应接受我。坐稳啊！还记得1年多前你来到这里，是我载着你回我家，没想到今天换你载我回家。当时的月亮也是这么圆，我真希望时间可以永远停留在此刻。你这个王八蛋，搞得我一无所有，这笔账我一定跟你算清楚！你干嘛？闪开呀！去死吧！不要打他！出去！哎！
对，你走开，走开啊！啊，春生，春生不要吓我，春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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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，春生，春生。医生，不好意思啊，他的情况怎么样？为什么还没有醒过来的？他脑部受了创伤，才导致他昏迷不醒。目前无法确定伤势的严重性，只能够待他醒来，才能够做出进一步的诊断。你不要吓我，他会不会这样子就醒不过来的？那就要看他自己了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这是你醒了。大喜哥，大喜哥，大喜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没事就好。我们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医院。为什么乌漆麻黑的？别闹了，快亮灯吧。大喜哥。你真的看不见我？大喜哥，我真的看不到你。你别救我，我去找医生。等一下，我找医生。医生，大喜哥，大喜哥。曾经呢，也发生过有如陈小姐的类似情况。根据以往的研究显示呢，可能是因为她脑部里的淤血压住了神经，而影响了她的视力。那能够治好了吗？很难说，这种失明症状呢，有可能只是暂时性的，只要淤血散开，她便能恢复视力了。但是，也有可能是永久性的。我们回来了。我这边坐，前面有椅子坐。来，慢慢。小心一点。可以坐了。那你好好的休息，学校方面你不用担心的，我们帮你请假了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，我们都会随传随到的。是。谢谢你们。谢什么？我们都是一家人。真的不希望成为你们的负担。你说什么傻话啊？你是因为救我才造成这个样子的。你从今天开始，我会照顾你。你要去哪里做什么，跟我说一声就行了。你也可以找我们的，我们绝对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。好了，他也累了，赛文，你扶他进去休息吧。好好的一个人，突然失明，心里一定很难过的。失明不是一件小事，任何一个人遇到这种问题都会难以接受的。他应该不会想不开吧？不会的，我们好好开导他，他是不会想不开的。小心驶得万年船，不如这几天你待在家里照顾春仙，喜剧交给我们就可以了。对啊，你专心照顾春仙就好了。那好，我去弄点粥水给他吃。大喜哥，我来吧。麻烦你了。没事。潮州总商会董事竞选的日子快到了，你们的发表词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我也是。听说福生堂中药行的蔡老板名望很小，呼声最高。是啊，他是我们这一代出了名的大好人，
会经常捐钱给慈善机构，也会常常把草药免费的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。他为人忠厚老实，从不贪小便宜。这么好的人，如果我是董事，我也会投他一票。要是他被选上的话，一定可以给商会做出很多贡献的。早知道有适合的人选，我们就不必花那么多时间去竞选了。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有竞争才会有进步，蔡老板有压力才会做得更好。既然我们都已经报名了，就不能松懈。况且凡事并没有绝对的，说不定你会当选呢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要选上的话，我觉得你的机会比较大。春仙啊，我拿粥来给你吃了。春仙啊，吃一点粥好吗？我不想吃。不要这样子，总要吃一点的嘛。这是绝会煮给你的，吃一点，啊，我喂你吃。对不起，是不是太烫了？哎呀，你看我真的是，不是你的错，大喜哥，给你添麻烦了，对不起。我连简单的事都做不好，连粥都要你喂。都是我不好，没有好好保护你，你才会搞成这个样子的。我情愿看不见人是我。不要这么说，大喜哥。我只是不明白，为什么老天要捉弄我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是不是一辈子都要活在黑暗中，什么都看不到？学根哥，喝姜茶。来，爸，不要喝茶了，喝姜茶。来，小心烫哦。哎，还以为富生堂的蔡老板宅心仁厚，没想到他竟然欺骗民众，把劣等的药材卖给人。正所谓啊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对啊，说的没错，我很讨厌那种表里不一的人。幸好他是这时候被揭发，要是他当选，那就糟了。那他的资格会不会被取消？若我是他，就算没有被取消资格，也会自动退出，免得自己难堪。话说回来，就算他不退选，他的票数也会受到影响，那你们的机会就会大大提升了。我就看好学庚，毕竟他是郭主席亲自推荐的人选。哎，我又不善辞令，也不会与人打交道，我倒觉得你的机会比较大。顺其自然吧，大家尽力就好。各位董事，各位竞选会员，今天聚集大家在此，是为了让竞选会员们与董事们互相交流。很不幸的，福生堂的蔡老板因一些原因已退出竞选。目前留下来继续竞选的会员有连学庚、刘赛鼎和林崇坚，希望大家交流愉快，谢谢。郭主席，有时间吗？我们可不可以谈一谈？好啊。我担心这件事情会很严重，所以我先通知你。谢谢你，这件事我会查清楚。我先进去了。郭主席，你们谈什么？没什么，谈郭主席的私事，我们还是进去吧。
喂，你干嘛随便拿人家东西啊？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没有，我健康得很。你不要瞒着我啊！你是不是生病了？要不然怎么会有药包的？这药包我是帮我朋友买的。真的？真的？骗你干什么？自愿相信是一阵，不会枉思绪委婉。